家好，我是小王。中亚地区在西元19世纪下半落入了俄罗斯的版图中。此后呢，一直到了1991年呢，苏联解体。那中亚在近代超过了100年期间，都深受了苏联的影响。所以在中亚地区旅行跟旅行俄罗斯的东亚地区，有着这个类似的感觉，就是亚洲的面孔掺杂着浓浓的苏联遗风哦。在苏联统治时期，到处都有列宁的雕像，那现在留下的不多，都被拆掉了。有趣的是什么？被拆除掉的那个列宁像原址常常是被独立后中亚各国的历史英雄人物的取代了。比如说铁木尔的雕像，铁木尔一般人都会以为铁木尔是继承成吉思汗他所遗留下来的帝国，丰功伟业，也习惯把两者呢并成一谈了。那铁木尔也曾经打着蒙古帝国的旗号，更让人会以为这两者的血统继承关系那事实上铁木尔与成吉思汗并没有血统关系。由于不是黄金家族的直系那铁木尔呢就迎娶了察哈台后王之女为妻，并对外宣称是什么？成吉思汗和察哈台的继承者铁木尔出生的年代的时候中亚乌兹别克统治者为成吉思汗的二儿子所继承。那历史上就称察哈台汗国。但这时的察哈台统治力量已大不如从前了，那自己呢就分裂成了东西察哈台汗国。那铁木尔的野心勃勃，他的梦想是什么？模仿成吉思汗，还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帝国。那所以呢，他在赢得中东地区之后呢，他并没有继续向西征服，反而积极的筹划东征中国。铁木尔并不是蒙古人，但是呢，他怀着成吉思汗蒙古大帝国的志气，那带兵呢一路呢就从中亚打到了这个叙利亚和地中海，建立了这个铁木尔的帝国。那不过铁木尔的东征之梦没有开始就结束了。他在西元1404年呢，计划着远征中国，但是大军走到这个乌兹别克的西北部呢，就发病生病了。铁木尔生于1336年，死于1405年，短短的40年间，他以这个军事的力量，到横跨了中亚至西亚到南亚丝路中最重要的区域，均在铁木尔的帝国控制下，也从各地呢掠夺了财物与人才，大量的怎么样把它运回国都萨马尔罕。萨马尔罕城为当时帝国的文学、建筑、音乐与艺术中心。那萨马尔罕的建筑物呢，到今天它依然散发着中世纪的伊斯兰建筑光芒哦。我们现在走吧，去萨马尔罕看看喽。14世纪的晚期，整个铁木尔帝国最杰出的建筑典范就是雷吉斯坦广场。位于萨马尔罕中心，被称作世界上最高贵的公共广场。广场上呢，竖立着3座宏伟壮丽的金书院里面有金碧辉煌的清真寺，代表14世纪晚期整个铁木尔帝国最杰出的建筑典范巨型的拱门、高耸的宣礼塔、深蓝的大穹顶、繁复细密的墙体的花纹，还有极具想象力的丰富的造型与色彩。雷吉斯坦广场的所在地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在乌兹别克语当中是多沙之地的意思这是最漂亮的学院——希尔多尔金学院。正门上方描绘有2只金色的大狮子。据当时的工程建筑师所叙建于广场东面的新学院，本应与乌鲁伯格金学院完全对称，但是经过
200年风霜的乌鲁伯格经学院呢，地基呢有所下沉，因此2座经学院的高度啊有所差别。所幸的是，这种不大的差别呢，凭着肉眼几乎看不出来啊。萨马尔罕是粟特人于西元前5世纪建成，称花剌子模。但粟特人只善于经商，不善于治国，所以为建立自己的国家，一直附属于波斯。当时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西元前4世纪啊，被亚历山大帝国占领过。10到13世纪呢，信奉新教的粟特人呢，受塞尔柱突厥统治，那开启了伊斯兰文化，形成了花剌子模帝国。从此，萨马尔罕成了花剌子模帝国的新都与文化中心哦。1218年到1220年啊，哇，成吉思汗策马入城。那萨马尔罕被夷为了平地啊。1388年，铁木儿来复兴，重整建设了萨马尔罕城，这就是如今所见萨马尔罕的前身。1506年呢，乌兹别克人推翻了铁木儿王朝，1873年成了俄罗斯帝国的附庸国，1924年红军占领，再成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乌兹别克独立，2001年呢，萨马尔罕城古城被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铁木儿之孙，著名的数学家以及天文学家乌鲁伯格于1417年呢，下令建造了雷吉斯坦广场上的第一座经学院——乌鲁伯格经学院。经学院的内部异常精美，非常的引人注目。你看看，哦呦，正门和彩色的穹顶呢，用各种色彩的陶瓷来装饰。大门上端的五角星和10角星的图案呢，则象征着天空和天文学。乌鲁伯格经学院在当时啊，是萨马尔罕最大的科学教育基地，也是15世纪最好的穆斯林学府之一哦。学生们啊，塞当家可以在这边呢学习到哲学、天文学、数学和神学的相关知识。而广场所在的位置呢，自古代起就作为了城市们最重要的地点了。那城市的管理者呢，将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宣布可汗的命令举办各种庆典活动执行各种处决还有呢集结军队的出征你看当地的人有多热情看到我们呢，马上聚集过来把我们包围起来，像大明星一样现在来到了铁木儿的陵墓，原先铁木儿计划死后葬在自己的家乡沙河利沙日但因为距离沙河利沙日太遥远了，大雪呢无法将遗体呢运回家乡的陵墓，尸体呢搬运不易，所以后来呢，他被葬在今天的古勒米尔。铁木儿的老师以及孙子乌鲁别克也葬在这个地方
萨马尔罕的铁木尔的棺木是玛瑙与玉石做成的棺木哦。这个有人说是还是军队抵抗军队的时候还是战争过，每个战士要放一个石。铁木尔一生都没有正式使用可汗的头衔，因为他认为可汗是属于成吉思汗家族的直系血统统治者才能拥有的头衔，所以铁木尔一生都是王子铁木尔。那铁木尔还有一个昵称是跛子铁木尔，据说因为他在战争中被对手射伤了手脚，所以呢成了跛子。那手也有残缺。西元1941年，苏联的考古学家呢，他打开了铁木尔的墓见到了墓的主人的身高170公分，右腿呢残废，与历史上铁木尔的跛脚形象吻合。但呢棺椁中呢却有铭文写的咒语谁打开我的坟墓，将招致比我更强大的敌人所侵犯。2周后，果真希特勒就进攻了苏联了，咒语应验。那考古的验尸专家根据这一具的遗骸研究认为呢，铁木尔可能是属于混血西伯利亚的蒙古血统，并做了铁木尔头部的重建。乌兹别克的纸币也采用了很多铁木尔的相关图案哦。